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美国制裁中国公司，声称其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有关联。中国反对制裁，将采取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认为美方制裁违反国际规则。让我们关注，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同意提前实施电动汽车电池认证计划，以减轻公众对电动汽车起火的安全担忧。政府将在10月份启动电池认证计划，早于预计划的时间，以帮助确保电动汽车电池的安全。接下来，中海油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2.6%， 受油价上涨推动。接下来这条，中国银行副行长兼行长刘金因个人原因辞任，董事长葛海娇将担任代理行长。下一条，瑞福德工业公司是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专注于南加州的工业地产，其股息收益率为 3.3%， 已连续10年以超过 10% 的速度增长。尽管业务表现强劲，但其股票较2022年高点仍低 40%。 下一条，摩根大通正在考虑起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此前针对其旗下支付应用 Zelle 的调查提出异议。这是摩根大通今年第2次考虑起诉其监管机构。此前，该行曾表示可能因巴塞尔协议3起诉监管机构。下面这条，英伟达公布季报将于8月28日收盘后发布。英伟达生产全球最好的 AI 芯片，去年股价上涨 170%，5年内上涨 3000%。虽然市场对英伟达季报持乐观态度，但由于其新 AI 芯片 Blackwell 的出货延迟，分析师略显谨慎。下面这条，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杂货店并购案被起诉，监管机构认为并购行为将消除竞争并提高价格，而公司方则认为并购将有助于其抵御竞争对手。联邦地方法院将于9月13日前考虑双方论点，决定是否批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禁令申请。让我们关注，投资者和投机者的目标和策略不同，投资者重视长远利益，而投机者则追逐短期趋势。在评估市场信息时，了解提供者的动机和时间框架至关重要。近期的市场动荡对长期投资者虽然影响较小，但仍需保持警惕。让我们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表示，美联储将审查其策略，并关注当前降温的劳动力市场。此次审查将是美联储自疫情期间因通胀激增而措手不及以来对策略进行的首次正式审查。下面这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调整政策的时候到了。随着美联储宣布可能降息，股市收复失地，逼近历史高点。让我们关注，亚马逊 AWS 斥资 6.5 亿美元收购了一座核电数据中心，以满足人工智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全球人工智能相关用电量预计到2027年将增长 64%。科技巨头正寻找解决这一挑战的办法。接下来，黑石、KKR 和凯雷等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已暂停今年的中国交易。下面这条，梅梅泰勒、斯威夫特捐赠数万餐食援助饥饿问题，但食品银行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求激增。最后这条是，周五交易员增加对9月份降息50个基点的压注，疲软美元成套利交易理想货币。国债在鲍威尔讲话后走高，所有期限收益率下降，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五收盘为 3.8%， 本月正回报增加，有望连续4个月实现收益。美联储降息前景使标准普尔500指数2024年迄今上涨 18%， 彭博美元指数自6月底以来下跌逾 4%。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